你还在一张一张的手动做设计吗？其实使用 Claude 还有 Canva 两个免费的工具，30分钟做完一整周的社群素材。这期影片我要带你使用 Claude 连接 Canva， 从零开始做出 Instagram 的轮播，不需要设计背景，整个流程我都会一步一步的带你走。我是 Grayson， 这频道分享 YouTube 运营还有实用工具技巧，想要快速提升内容还有流量，一定要记得订阅。那这期影片呢，我们要用到两个免费的工具，一个呢就是 Claude， 它是一个 AI 工具，一个呢就是 Canva， 它是一个设计工具。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呢，就是把 Claude 还有 Canva 连接起来。你可以输入 Claude 的 AI 就能够找到 Claude 了，然后呢，你可以注册一个账户，注册账户之后呢，底下你可以点进你的头像，然后呢选择 Settings， 这边呢选择 Connectors， 然后在这边选择 Customize， 在这边呢选这个加号，然后选择 Browse Connectors， 在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 Canva 了。如果说你没有看到 Canva 呢，你可以在这边去搜索 Canva， 然后呢也会出现。在找到 Canva 之后呢，选择这个加号，这边再选择允许。那现在我的 Claude 就连接到了 Canva 里面了。那这个 Connector 它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它就是能够让 Claude 直接操作你正在用的工具。现在我们把 Canva 连接到 Claude 之后， Claude 就能够直接使用你的 Canva 账户来进行设计了。它可以生成设计、编辑设计，你只需要在对话框里面输入你的指令就可以了。那在我每一次连接一个新的工具的时候呢，我都会询问 Claude 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连接器它到底能够帮助我做到什么。所以呢，你可以和我一样，我就问 Claude 列出所有 Canva Connector 的功能，每个功能都附上一个范例的 prompt， 以及需要 Canva 免费版还是付费版。那你可以看到呢，现在我 Canva Connector 它总共会有32个工具， Claude 都是能够直接使用的，像是用 AI 生成设计，比如说生成一个 YouTube 的缩图，那它是免费版的。如果说呢要去审核大纲生成的简报也是可以的，建立简报也可以，还有呢进行文字、图片格式化的替换也可以。它分为了不同类别，比如说设计生成类的，就是你可以用 AI 来生成不同的设计，像是海报、社区贴文、文件等等，也可以用它来去生成简报，用 AI 来编辑设计。也可以呢，对于设计内容里面的编辑，包括你可以进行文字替换、图片的更换、格式化等等，也可以去做管理，比如说取得设计特定页面的缩图，去调整尺寸，还有资料夹、素材的管理，搜寻资料夹，建立新的资料夹，将设计移动到资料夹，还有品牌套件与模板，可以查看不同的品牌模板，去查看你所用的品牌套件，还有协作评论，可以列出设计上面的所有留言，去查看某则留言的所有回复，还有进阶工具合并、插入、排序、删除页面。那刚才提到的呢，都是免费的功能。那如果说要用到付费功能的话呢，就是有这些，像是调整设计尺寸、品牌套件、品牌模板、模板资料夹，从品牌模板里面建立设计，这些呢是需要你升级到 Claude Pro 才能够使用的，其他呢都是可以免费版本使用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先让 Claude 从零开始生成 IG 贴文。那现在呢，我就让 Claude 来帮助我去生成 Instagram 的轮播贴文了。那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加入提示词。你可以跟我一样，就是首先说到 Canva， 这边呢就输入你想要去让它去生成的信息，比如说我的主题是5个初学者瑜伽技巧，然后制作6张 IG 的轮播贴文设计。第一张呢就是封面页，标题是每位初学者都需要知道的5个瑜伽技巧，然后风格是简洁的、令人放松的。2到6张呢就是介绍一个技巧，每张图呢需要包含简单有力的标题、1到2句话的说明文字，以及呢一个简单的图示或者视觉元素来辅助传递讯息。整体呢是用柔和的大地色的配色，以及呢其他风格的提示。然后目标受众呢就是25到40岁的刚接触瑜伽的女性。那这边呢我是比较完整的去让 Claude 知道我需要去生成什么样的设计，然后 Claude 呢他就会问我具体里面的文案应该是怎么样的。那这边呢他帮我整理出来了，包括封面页的文案，每张图它的技巧呢都是有的。如果说我不满意的话呢，我可以点击这 Customize， 在这边呢我输入提示词去让它修改，比如说第3个技巧我想要去更改，我就在这边去输入提示词让它更改，这些呢都是可以的。然后呢选择更新，如果说我满意它提供给我的这些文案的话呢，我就可以直接选择这个 Generate Design。 那现在 Claude 呢它就帮助我去生成了这些 IG 的设计了，整体来说呢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它有个错误呢，就是它不是 IG 贴文的尺寸，
所以呢，我就必须要跟他说，我要的是 Instagram post 的尺寸1080像素乘以1080像素，是正方形的。那这边呢，已经帮助我去完成了设计了，是正方形的。我可以在这边呢，直接打开在 Canva 里面看，选择这个 Open Link， 这个呢，就是他做好的设计。那文字呢，是有些小的，我可以把它去放大，但整体来说呢，是帮助我们节约了很多时间的。有标题，有文字，以及呢有图案了，而且呢是保持了一致性的。那这里再补充一个小技巧，如果你是在经营个人品牌或者频道，你不想每次生成设计的时候呢，都跟 Claude 说我要用这样的颜色，我要用这样的字体，你不想这么麻烦的话，其实在 Canva 里面有一个品牌选项，就是这个，它呢就是能够把你所有的品牌元素都整合到一起。像是在这边我加入了我的品牌 logo、品牌的颜色、字型、品牌的口吻、照片、图像等等。在你设定好之后呢 ，Claude 它在设计的时候呢，就会直接使用你的品牌颜色、品牌的风格，这样呢就能够去保持一致性了。唯一需要提醒的就是这个功能它是需要你升级到 CloudPod 才能够使用的。那你是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你可以解锁 CloudPod 30天免费试用。如果你用下来不满意，也是可以随时取消的。那刚才我们是让 Claude 从零开始用 Canva 来做设计，那接下来我要告诉你，如果说你打算使用 Canva 里面的一个模板来做设计，也是可以的。那在 Canva 里面呢，是有很多精美的模板的，你不需要从头做，你只需要找到一个比较符合你想法的模板，然后修改它内容就可以了。但直接修改版面呢，可能会破坏里面的比例，所以呢，我教你一个方法，就是先让 Claude 分析模板结构，然后再按照版面上面的限制来填入内容。比如说，我想用这个模板，然后呢，选择这个自定词模板，接着呢，再复制这个模板链接，然后呢，你可以用我这个提示词分析这个 Canva 模板，特别注意每个区块大概有几个字，然后问我要填入什么内容，按照版面的限制帮我替换文字，这边呢贴上这个模板链接。那这边呢，它就帮助我去读取了模板内容了。封面上有什么，然后字数推荐什么，然后内容页它的标题、内文以及呢结尾页。这边呢，它也会问我问题，左侧的名称还有右侧的标签要填什么，那我就可以选择要填什么，或者在底下呢去输入我要让它去填些什么。还有呢，轮播的主题是什么？比如说我选择一个人创业变现策略，或者是底下去输入我想要的想法，还有网址要提供什么，我选择这个。然后呢，它就告诉我了每一页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如果说我需要调整的话呢，就在底下跟他说；如果说不要调整的话呢，就直接跟他说可以开始做了。那现在呢，他就做完了，我可以直接点开设计。那现在呢，你就可以看到呢，这个呢就是 Canva 里面的设计，文字呢稍微有点大，我可以简单的缩小一下。除了文字大小，其他呢都是没问题的。这是首页，然后呢这是第二页，这是第三页。这个呢稍微修改一下，很多时候呢它是因为原版本的设定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说你发现一些小的问题，像是这个文字大小，你就简单的修改一下就可以了。但其他呢，我认为都是非常完美的。所以当你使用了今天这个方法，用 Claude 连接 Canva， 这个时候呢，你就不用直接上手设计了，而是你向 Claude 发号施令，让它来帮助你做设计，就像是你拥有了一个AI 设计师一样。好，图文内容现在用 AI 做已经很简单了，但如果你想更进一步，不只做设计，而是做出电影等级的影片内容，一个人不需要团队，甚至不需要拍摄。我最近研究到了一个工具，你绝对想看，你可以点击这部影片，会带你完整了解，真的可以实现不用拍片就能够制作出高质感影片的效果。